我也行啊！这位小哥的装束很眼熟啊，是九华剑派的吧？正是我们。你们的掌门何应九可好？当年因为他在我面前放肆，我可是剁了他一只右手。还有你们什么大刀派，你们的名字起的也太搞笑了吧？还有什么武当，谁的手好像都是我剁的。本尊真是替你们感到羞耻，自家门派的武功都还没有练好，就出来称门称派了。谁给你们的勇气啊？魔头，你听着，今日我天星剑门主就算把你千刀万剐，也报不了你杀我父亲之仇。哈！天星剑，你这个名字起的可相当好啊！此乃狂妄凶残之人，我松鹤派与你势不两立。势不两立！势不两立！你太师傅可没有你这么凶啊！当年他跪在我面前求我饶他不死，要不你也过来跟我比试两下？呸！哼！要是输了呢，也不可耻，只能说明你松鹤派仍如往昔罢了。少林，小心！连个区小药丸都避不开，还称什么剑什么派的？你们要不要脸？我还告诉你们，你们说的我都认。怎么着？谁敢出来单挑啊？声音比驴大，胆子比猫小。好了，别闹。江家小娃娃，你不是要挑战我吗？今日就让我领教一下你们江家9分剑法的真才实学。还真的？你下的告示，不会是闹着玩的吧？当然不是。那就来吧。有点意思。自打我14岁行走江湖开始，我爷爷就告诉我，你伯爷景行是我江清流的杀父仇人，而且还是你从小到大的师傅，大好人。夫妻对拜。慢着，我是金元秋，我才是今天的新娘。
我想你了。江青流有孩子了，小景，这是咱们的孩子，咱们的没魂。来，叫妈妈。没事吧？江清流，你给我用尽全力。小景，这只是一场比武。这不是。你早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的。你知道你说这话意味着什么吗？本尊还轮不到你这个小娃娃来教训我。小景，咱们走吧，离开这里，去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江清流！你看看后面，他们都在看着你，都在等着你，你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可我为什么不能？你难道忍心看着天下百姓都落入百里天雄那个老贼手里吗？婉禅说过，你不是一个人的江清流。你是天下百姓的江清流。你今天要是打不赢我，我一辈子都看不起你，永永远远都看不起你。不光是我，江影天那个老贼，还有蓝山客、川花蝶、金元秋、梅家娃娃、宫家娃娃，还有梅魂，都看不起你。这样总可以了吧？你没有尽全力。可我只有这一。
以当得此报。苏州的，你没有谁。小娃娃，你是不是叫江清流？你是谁？我姓大，叫大好人。你练过武功？当然，我爷爷说我学的可好了。你根骨不错，可是你练的一点都不好。你胡说！你看，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重要的是流畅和连贯。你试着在第3招气沉左腿，在第4招腰随气动，之后便可踢出2脚。心走风流，意沉脊息，气沉丹田，如心如玉，如影随形，声东击西，斗转星移，飞沙走石，断石狼烟，日贯长虹，止戈为舞，刚柔并济，蜻蜓点水，气行周天。请问姑娘如何称呼？是何门何派？继任大典不请自来，有何贵干？我叫什么用不着你们管，我无门无派，今天来就是来砸场子。他是何人？你这婆娘，个子不高，胆子不小。今天是武林盟主的继任大典，竟敢在这里说这种话！你知道在座的都是谁吗？哼，我管你在座的猫三狗四，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废物。当然，也包括你。找死！武林中武功最高者方能成为武林盟主。我是来挑战的，比武还是比酒，你们挑。难道我爹真不是你杀的？我真的没有杀你爹，不过我也真的不知道是谁杀了他。当年在雁荡山，本尊身中暗器，晕厥之前算起来活着的一共有5个人，醒来之后本尊就在这儿，活着的就只剩我跟你爷爷了。我说我没有杀你爹，信不信由你。少庄主，有一名异域女子来大殿上捣乱，说要挑战武林盟主，现在正在跟梅公子过招，老爷怕有什么意外，让你赶紧回去。好，我回去告诉你。是，我这就来。等会儿我再回来问你。等等，江清流，刚才你提剑之时，明显剑气不足，这若是一时怒火攻心也就罢了，如若不是，恐怕你的残象神功有问题了。走火入魔，我练的可是残象神功，乃是正派心法，就算练不好，也不至于上身。总之，无论等一下那异域女子武功如何，你都不可弃过中庭，否则必定走火入魔。当然了，办法不是没有。你会回来的。哼。
比武就比武，玩暗器有点太不入流了吧？是啊，这他有铁扇做明器，我为什么就不能用牛毛金针做暗器呢？那好，姑娘，听说你要挑战武林盟主，那咱俩就光明正大的比试一番，谁也不让着谁。看来你就是继任的武林盟主了，果然气度不凡。不过，我可是已经打了2场了，有点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妖女，刚才你飞暗器的时候怎么不喊累啊？那这样，我让你3招，只守不攻。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这就是9分剑法。9分剑法不足，但是这9把剑影，进入行吗？放心。动手！是。将军的9分剑法果然出神入化，对付区区一个妖女不在话下。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。你呀，连这筋骨皮都练不好，更看不出这一口气的差距。哎，要不是我救的你，你这口气差点就没了。哼！怎么，发现自己和江兄差距太大，灰心了？不是，江兄这剑招虽高，可是剑气。刚才主约那一招，明明可以赢过这妖女，这才是残象神符的第5层啊！将军小心，此人故意拖延时间，可能有诈。清流，速速斩杀妖女！各大掌门，请随老夫去地牢。好。江兄，你没事吧？扶我去地牢，走。好，走。也是一帮无名尸首，看不出门派，果然和刚才的妖女是一伙的。11年来，伯爷景行都是关在江家的地牢，这武林都知道。
有人觊觎也很正常。但是，为什么会是在今天来劫狱，把伯爷景行救走呢？不管是劫还是救，伯爷景行没有跟他们走，只是杀了他们自己跑了。爷爷，伯爷景行跑了。青流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没有。刚才跟那妖女打斗之时，本想使出燃液，结果……张清流，刚才你提剑之时，明显剑气不足。如若不是，恐怕你的残象神功有问题了。走火入魔，我练的残象神功可是正派心法，就算练不好，也不至于伤身。结果一时大意，让他给跑了。对，那妖女施法奇怪，突然向我袭来，江兄是为了救我，才被那魔女踢了一脚。各位掌门，你们先回聚贤厅等我一下，老朽要去送送孙儿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伤心，如果将我的内力先转移至另一人体内，再慢慢取回，这样可否有望恢复武功？此举虽貌似可行，但极为凶险。放眼江湖，能承载残象神功第9层的人，只怕不多。你这个小娃娃还算有良心，比你那个狼心狗肺的爷爷强多了。别逞能了。我早就告诉过你不可欺国中庭，怎么样？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所以啊，不听师傅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再说了，别说你现在内力全失，就算你安然无恙，也不是为师的对手啊。那不知道你是不是长生丸的对手？哟，小娃娃还学会顶嘴了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快点放为师离开，等我高兴了。自然会为你行宫运气。放你离开？好啊，若没了长生丸，恐怕你今日踏出这个门，也挨不过明日。无耻小儿，我看你是不想恢复内力了。你怎么能帮我恢复内力？那个女娃娃的话我可都听见了，你也不动脑子想想。本尊怎么说也是全武林公认的第1高手，你们江家的残象神功也只不过是5曜神功里面的一种，而我可是先练5曜心经，又练8句秘诀。你想要找一个人转移内力，再一点点取回来，除了本尊，全武林唯一会5曜神功的人，应该没有第2人选了。你真的能帮我恢复内力？当然，不过你们江家囚禁本尊11年，想要求我，总不能空手相求吧？你想要什么？唉，现在嘛，我饿了。其实也不饿，就是有点馋。我真想现在就把你送入地牢。你不会的，你知道我是唯一能帮你的人。说你的条件。我需要1年的时间去搞清楚一桩陈年旧事。走火入魔并非1日可以痊愈，我保证你1年之后可以恢复武功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可以不相信我啊，
最多不过我再回到这地牢之中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不过对你来说可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啊，江盟主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这1年里，你必须随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。如果你能做到，就可以答应你；做不到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地牢。成交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爹的死，你必须告诉我真相。夫人，还是没有消息？没有。不愧是伯爷景行啊，被关了11年了，一逃出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各关口要道都安排了人，凭他现在的情况，谅他也逃不了多远。他不想来，就证明他也有想找的人。想想他会去哪儿？他要找谁我不管，但是我要找他，报我的杀父之仇。对，杀父之仇。你还真当我马呀？看来这是要来真的，跑啊！回来干正事。你这个缩头乌龟，跑什么跑？赶紧回去帮忙啊！啊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要救人？今天太太打西边出来了。哎，想要当个好人可真难啊！糟了，他想要杀人灭口。你们2个给我让开！今天当我者死！你这小儿年纪不大，口气倒不小，跟你那个老爹倒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有句成语说得好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景爷，这好像不是成语吧？不许侮辱我爹！呀！弄洒了我的胭脂露，该死！呀！
这个草拿去给男神，他肯定会喜欢。里面的火棘里已经搬完了。好家伙，整整有10几箱！告诉兄弟们，搬完了就赶紧撤。这鬼地方看着阴森森的，还是不要久留为好。过来看看。博野非凡，我小时候听说书的讲，这个博野非凡是个恶贯满盈的大魔头，杀人无数。想不到竟然在这儿有块墓碑。这种恶人不配有墓碑。不就是青梅竹马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本尊还是江清流的武学导师加孩儿他娘呢。其实人家伤心姑娘也没有什么恶意，对吧？他没有恶意，难道是我有恶意吗？我说你今天平时都是坚定不移的站在我这边的，怎么今天倒戈旗帜了？哎，你，急死我了！穿花蝶，锦爷有何吩咐？你平时都是怎么跟姑娘谈情说爱的？能不能也跟我谈谈？锦爷，你的人生阅历有点太丰富了，我有点消化不了。不如你还是找萧庄主好好谈谈。穿花蝶，你这辈子别指望我给你解决了。难道真的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？想当年本尊也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怎么现在就变成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了？当当当当，男神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花来了，送给你。怎么又是这个臭虫？快拿开！臭虫？不臭啊，你再闻闻。又是这个臭虫，快拿开！才不臭呢，我最喜欢这个味道了。这个是咱们寒阴谷的味道。我最讨厌这些花花草草的香味了。调皮。你匆匆忙忙的回来，可有什么发现啊？男神，你猜我在寒阴谷看见了谁？哎呀，你今天又想用什么花招来阻止我看书啊？伤心姑娘，我以为是小景。坐。我刚给老夫人请过脉，脉象正常。想着你之前在牢里应该也受了不少苦，再加上之前内力受损，所以过来给你也请个脉。还是你考虑的周到。来，怎么了？脉象平稳，你恢复得很好。那就好。只是从你的气息上来看，
你的内力似乎恢复了不少。哦，可能是我最近勤加练习的原因吧。啊，那要恭喜你了。嗯，来，喝杯茶。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这是哪儿来的？男神让我去寒影谷盯着，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，想拿回来送给他。谁知道他一闻到这个就狂打喷嚏，我觉得扔了怪可惜的。你对他这么好，他都不领情。要是我的话……要是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？他说叫臭臭。臭臭，哪有花草叫臭虫的呀？哎，你喜欢吧？我啊，送给你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想不到你也会喜欢花花草草。我喜欢你。人都走了，花儿还没回来呢。小花花，小花花，小星星，小爹爹，我觉得我的春天来了。伤心姑娘，见过张老庄主。啊，不必拘礼，咱们两家原本就是世交嘛。老庄主看上去气色不太好，要不要伤心给你诊诊脉？老朽身体无恙，只是有些心病罢了。最近陈壁山庄连遭祸端，武林人士都绕着走，也只有你还经常来走动走动。老庄主可以宽宽心了，清流的内力恢复了不少，这假以时日啊，一定可以再振陈壁山庄的雄风。你是说，清流的内力已经恢复了？哎，南山，这是去哪儿啊？寒影谷。来，骑我去吧。不必了，我想一个人回去看看。我今天来，是向你辞别的。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你要去哪儿？我之前听你的话，潜伏在陈壁山庄调查小景的背景，但是并没有调查出什么来。我觉得你应该是认错人了。不可能，是不是那个小景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跟他没有关系，是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他对我很好，而且还送了我一株臭虫。我想跟他在一起，我不想再骗他了。你刚刚说臭虫？对，哦，就是这个。是谁告诉你这个叫臭虫的？蓝山客。他说，小景管这个叫臭虫的。果然是他。11年了，终于让我找到他了。
是谁？来，坐吧。记住，你现在走出寒阴谷的大门，半年之内，无论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都不要回来。师傅，去一趟沧浪岛，前后只要3个月，用不着半年的。江湖芸芸众生，只有你练成了五妖神功，必定会成为5大门派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何止5大门派？所以你千万要小心呐！他们想要，他们自己去练就好了。5大门派不是每天都在吹嘘他们的武功有多厉害，什么残象神功，什么红山心法的。五妖心经是将5大门派的心经合成一体，所以远远在其中，一枝之上。更何况你体内有世上唯一的一颗五妖神珠，正面打，他们根本不是你的对手。可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可是景行，你我师徒15载，无论为师还是为父，此次出门，也许半年后才能再见。如果你回来的时候，为师云游四海去了，你要替师父照顾好素素。好了，你赶快走吧。去吧。爷爷，伯爷景行就在里面。你来开。好，爷爷。爷爷请。伯爷景行，别来无恙啊！爷爷，人我已经给你带到了，你是不是应该遵守承诺，把太子的消息告诉我？当然，太子现在他就藏在……骗我！爷爷，您出尔反尔。是你使诈在先，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。不过真的伯爷景行，我也给你带过来了，只要你告诉我太子的消息，我就让他出现在你面前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我知道，你舍不得伯爷景行那个妖女，你口口声声说要维护武林正义，可实际上，你也是自私的。我们之间的区别，就是50步和100步而已。我跟您不一样，起码我不会出尔反尔。哈哈哈哈哈！伯爷景行，没想到吧？最终你还是成了我的囊中之物。更想不到的是清流亲手把你送上门的。
江清流，亏我对你百般维护，你居然把我当做交换条件卖给了江隐天。你连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利用，我们之间早已没有情谊。江隐天，今天我并非输给了你，而是输给了我最信任的人。我无话可说。爷爷，人我已经给您带到了，太子的消息，您是不是应该告诉我？清流，我是不会告诉你太子的下落的。虽然伯爷景行是我梦寐以求的，可太子也是一块肥肉。爷爷想鱼和熊掌兼得之。哼，这世间论起卑鄙无耻4个字，还真是非你江隐天莫属啊！还有什么话，留到陈璧山庄的地牢里说吧。哦，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哦。伯爷景行，你今天就算长了翅膀，也休想飞出这片竹林。现在能说服江隐天的，就只有我了。那我也不能为了救太子，把你的性命给搭上去吧？我身上有江隐天没有得到的无药心经，他现在是绝对不会杀我的。现在最难的是，如何让他相信，我们是真的反目成仇了。所以，必要的时候，一定要采取极端的手段来逼问太子的下落，哪怕是要对我痛下杀手。江家老儿，你孙儿要取本尊性命，看来无药心经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成为秘密了。住手！等一等，
爷爷，只要我杀了他，我们江家就能重新拿回武林盟主之位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伯爷景行，现在还不能死。爷爷是为了五妖心经吗？你只要按我的吩咐行事，不许多问。你要我不杀他也行，但必须拿太子的下落来换。你太幼稚了。今天就算你杀了伯爷景行，我也不会告诉你太子的下落。把剑放下，将他押回地牢。就算我得不到太子的下落，对我也并没有什么损失。可只要我杀了他，我江清流就可以重新夺回武林盟主之位。爷爷，当我揭发你的罪行，号召全天下英雄来对抗你的时候，你身败名裂，你说朝廷还会给你加官进爵吗？那个时候，你就是真的一无所有了。江清流，真的要背叛你的爷爷了？爷爷，这都是从您这儿言传身教得来的。你是真的不打算告诉我太子的下落是吗？那好。江清流，清流，是你逼爷爷出手的。这么多年，爷爷为了江家，什么事都干。你不杀我，我传你五妖心经。爹，比起五妖心经，伯爷景行的死活根本不值一提。见得人的，见不得人的，甚至做了朝廷的鹰犬。可我问心无愧，爷爷，我得到什么了？得到的是你的背叛。这么多年，我一步一步的把你培养成了武林盟主，可你呢？你却和伯爷景行搞在了一起，狼狈为奸。你对得起江家吗？爷爷没得选。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轮回，你就是你爹送给我的报应。是你杀了我爹。原来真相是这样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真相是从活人口中说出来的，这是我给你上的人生最后一课。明天天亮，就又会回到11年前那样，你为了抓住伯爷景行，英勇赴死，而我，又是那个抓住伯爷景行的大英雄。残酷吧？这就是现实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五妖心经和残象神功都传给你的儿子江梅魂，他就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。从今往后，没有人能撼动陈璧山庄的地位。老贼，想要我替你背黑锅，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今日我们老账新账一起算。
11年了，你的剑法倒未曾搁下。若不是本尊身体有异，定能与你酣畅淋漓的大战一番。小姐，姐姐，废话少说。这都走了1夜了，我男神现在身体状况这么虚弱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要我说，咱们是不是操心过度了？人家小两口小别胜新婚，这江清流说不定又还起了个拐子傻事啊！故弄疗效，咱们还是各找各爽吧。
让我领教一下你们江家9分剑法的真才实学。真的？你下的告示，不会是闹着玩的吧？当然不是。那就来吧。有点意思。自打我14岁行走江湖开始，我爷爷就告诉我，你伯爷景行是我江清流的杀父仇人，而且还是你从小到大的师傅，大好人。夫妻对拜。慢着！我是金元秋，我才是今天的新娘。江清流，你要干嘛？我想你了。江清流有孩子了，小景，这是咱们的孩子，咱们的灵魂，来叫妈妈。没事吧？江清流，你给我用尽全力。小景，这只是一场比武。这不是。你早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的。你知道你说这话意味着什么吗？本尊还轮不到你这个小娃娃来教训我。小景，咱们走吧，离开这里，去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江清流！你看看后面，他们都在看着你，都在等着你，你不能让他们失望。
我为什么不能？你难道忍心看着天下百姓都落入百里天雄那个老贼手里吗？婉禅说过，你不是一个人的江清流，你是天下百姓的江清流。你今天要是打不赢我，我一辈子都看不起你，永永远远都看不起你。不光是我，江影天那个老贼，还有蓝山客、川花蝶、金元秋、梅家娃娃、宫家娃娃，还有梅魂，都看不起你。这样总可以了吧？你没有尽全力。可我只有这一。拨开云雾见天日，我也进行，以当得此报。所中的，你没有谁。江梦主，今日怎么这么有心来老夫这儿坐上一坐？你不是刚当上武林盟主吗？怎么也不摆个宴席什么的？我想，今天过来找你求证一个问题。你问吧。我手上的刀丝是不是有问题？很明显，被谷主断了一截。所以，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和我决斗的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去死的。
很符合他的风格。清流啊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还有个儿子了？没魂，就是谷主给你留下的最好的礼物。